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婚礼前夕，未婚妻说要去参加最后的单身派对，而我在紧张地布置婚礼。为了不让她失望，我便同意了。她娇羞地在我脸颊落下一吻，说明天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她彻夜未归，电话不通，直到在朋友圈看到她昔日的竹马更新动态，明天你就要成为别人的新娘，让我最后一次拥有你。配图是一张二人的贴脸合照。我默默放下手机，通知所有人婚礼取消。消息一经发出，各大群里炸开了锅，纷纷都在讨论我突然取消婚礼的原因。毕竟都知道我对这次婚礼有多重视。不到一会儿，爸妈的电话也打了过来。我妈的声音带着一丝疑惑和担忧：儿子，咋回事？怎么突然就取消了呢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本来心已经麻木了，但是在听到爸妈的声音后，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。为了这次婚礼，爸妈花费了大半辈子的积蓄。本来按照当地的习俗，我给沈梦琛的婚礼已经算中等偏上了，可沈梦琛却追求高品质，什么都要最好的，奢华的酒席、私人定制的婚纱和钻戒。这对于一个事业刚起步的我来说，确实有点压力。但是爸妈看得出来，我很喜欢他，颤颤巍巍地掏出一张银行卡，交到我的手上。只要儿子幸福，做爸妈的就全力支持。我知道那是爸妈一辈子省吃俭用下来的积蓄。电话沉默了几秒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。难道要对爸妈说我打不通沈梦琛的电话，还刷到沈梦琛在婚礼前夕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？我说不出口，只能假装信号不好，挂断了电话。取消婚礼好像比筹备婚礼要容易得多。我准备了整整1年的婚礼，在不到1个上午就已经搞定。只是这1个上午，我都没有等到沈梦琛给我的电话。我有幻想过，只要他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或许我就还能和他继续。有时候我也不得不嘲讽自己，舔狗能做到这样的，除了我没有别人了吧。直到我看到他的竹马0号再次发的朋友圈，他闭着双眼，一副香甜熟睡中的模样。配文：小懒猫今天有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他睡得这么香，我不忍打扰。我攥紧了拳头，一种难以掩饰的愤怒涌上心头。这一次，我知道我和沈梦琛再没有以后了。第一次见沈梦琛是在学校的校庆上，他作为新生代表发言，他侃侃而谈，自信大方，很快就吸引到了我。那时我就暗自发誓一定要追到他。于是我开始想尽办法地接近他，打听他的喜好，制造各种偶遇的机会。我每天早上给他买早餐，送他去上课；下午给他送奶茶，陪他去图书馆；晚上给他送夜宵，送他回宿舍。他并没有拒绝我的好意，每一次都笑着收下，礼貌地道谢。我以为我的真心感动了他，以为他接受了我的追求。直到那天，我鼓起勇气向他表白，将精心准备的礼物和满腔的爱意都倾注在他面前。然而他只是淡淡一笑：不好意思，你很好，只是我有男朋友了，而且还是学校里鼎鼎有名的富二代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如坠冰窟，选择了离开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他，毕竟我的家境一般，
觉得他肯定看不上我。我开始不纠结于男女之情，安心搞学业和学校的一些学术研究。终于在毕业之际小获成就。在一次科研比赛中，我们团体小组获得了1等奖，获得了一笔不小的奖金，也获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我的名气也在学校打了开来。就在毕业典礼那天，我们系组织了毕业晚会。我见到了时隔半年不见的他，虽然在同一个学校，但是也鲜少有交集。一袭白裙，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头，显得格外清纯动人。我假装无视他，喝了很多酒，但是我越压抑，我心里就越难受。直到我听室友说，她和那个富二代男友分手了，说是富二代男友劈腿，沈梦琛伤心了很久。我像是被突然唤醒了一般，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。我立刻放下手中的酒瓶，冲向了他所在的地方。沈梦琛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酒壮怂人胆，虽然知道他会再次拒绝我，但是我不想在毕业前留下什么遗憾。沈梦琛抬眼看上了我，半天没有说话。就在我转身离开之际，他起身上来，直接搂着了我的脖子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唇上就传来一阵柔软。我发誓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。就这样，他向所有人官宣我们在一起了。可是我发现，我们的感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纯粹。他的身边总是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，那就是他的竹马林浩。我们不管做什么，他都会带着他的竹马。吃饭、看电影、约会。我不喜欢这样，和他说过几次，换来的却是他的冷眼相待。不喜欢就分手好了，我不想我的男朋友这么自私，小肚鸡肠。我和林浩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如果连这个都要介意的话，真没什么可以谈下去的。我害怕失去他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包容。他会在林浩一句饿了，就给他跑去亲自做饭。要知道，我和沈梦琛恋爱5年，我都未曾吃过他做的饭。也会在林浩过生日的时候，给他精心准备生日礼物。而我的话，甚至连哪一天过生日都不曾记得。有时候我都在怀疑自己，那天的吻就是个笑话。或许那天沈梦琛不过是喝多了罢了。他所做的一切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以为自己的爱能感动他，毕竟我是真的爱他。直到他能连我们的婚礼也能忘记，和他所谓的朋友在朋友圈秀贴脸合照，还彻夜不归，电话不接，我才知道这卑微的感情真的可以结束了。沈梦琛，他真的不爱我。酒店因我的单方面失约，被要求全额支付。在支付完10几万的酒水费后，我回到了婚房。看着这偌大的房子，我不禁勾起一丝嘲讽。这房子里的装修全是按照沈梦琛的喜好来装的。虽然粉色调系并不适合我，但是只要他喜欢足矣。我曾多次幻想婚后我们在一起幸福生活的场景，但是终究幻化成了泡沫。我无力地躺在沙发上，望着天花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口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。我知道是沈梦琛的，即使电话设成静音陌生，但是沈梦琛的电话还是会有提醒。习惯过于可怕，他的电话我几乎是秒接。刚接通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懒洋洋的声音，带着一丝愧疚，但是又难掩的兴奋。
老公，对不起，昨晚我太高兴了，和朋友喝过头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这是他做错事后常用的语气。而每次只要听到他这么软绵绵的讨好，我心中的怒气都会荡然全无。不会，我冷冷地回应了一句，是失望透顶后的回应，属于觉得没有必要生气了。可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出来，甚至还高谈阔论起他的想法。老公，谢谢你理解我，我觉得我们的婚礼细节还需要再完善一下。林浩说，我们可以搞个直升机抛绣球的环节，这样你有面子，我们也有面。还有我那套高定婚纱，林浩说衬托不出我的身材，乘着我们这次婚礼推迟，要不我们再换一套。他在电话里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，说着不着边际的想法，字字不离林浩。直升机抛绣球，私人定制的浑身随意换，我简直被这些想法给逗笑了。若是没发生这档子事，我还真被他牵着鼻子走。现在只觉得荒唐和可笑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男声，声音虽然小，但是还是能听清楚是林浩。从二人小声的交谈声中得知，二人似乎是还没有吃饭，现在需要出去吃饭了。而林浩似乎是在埋怨我耽误他俩吃饭了。下一秒，电话被林浩抢了过去。苏逸晨，孟琛现在饿了，不给你说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。电话被直接挂断，嘟嘟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过来。能想象得到，林浩有多么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二人去了当地最有名的法式餐厅。自从和沈梦琛交往后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是放在沈梦琛这里。他说不想工作，不喜欢职场上的尔虞我诈。我答应了他，既然他不喜欢，那就别去。每天只要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就好。毕竟我现在的收入确实还不错，养得起他。他喜欢名牌包包和化妆品，每个月都要买的那种。但是我从未干涉过他，甚至觉得他越花我的钱，我越有动力挣钱。朋友曾经劝过我，让我悠着点。哪有想要过日子的女人，天天想着买奢侈品？可是我却没有听进去。有时候我也想浪漫一回，拉着他去吃法国大餐，可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他的埋怨。苏逸晨，你能不能现实一点？我们都交往那么久了，没必要搞那么些花里胡哨的，简直浪费钱。我当时还以为他有所改变了，没想到却转身和林浩去了，还大方地掏出我的卡，为彼此买单。原来他不是不想吃，只是不想陪我吃罢了。很快到了结账环节，他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。老公，怎么回事？商家说这张卡刷不出钱来，说是冻结了。在支付完酒店的费用之后，我就将卡给冻结了。我不想再将所有的真心去喂狗了。这银行咋回事啊？怎么能随随便便冻结呢？我一定要投诉这家银行，害我现在钱都付不了，丢了面子。老公，你快转点钱给我，我现在付不了钱，好多人看着，丢死人了。沈梦琛和林浩出去，几乎每次都是沈梦琛付的单。林浩不过是个房产销售，连保底工资都没有，除了有张长的还算不错的脸，还有就是有张有嘴滑舌的嘴。沈梦琛就是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对于他一系列的埋怨，我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我冻结的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半秒，沈梦琛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，但是还是带着怀疑的态度。你冻结的？为什么冻结呀？老公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但凡在我身上花点心思的话，也知道到底发生了些什么。可是到现在为止，沈梦琛都不知道我已经取消婚礼了。我失望至极，不等他回应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将手机抛到一边，在跑步机上运动起来，享受着大汗淋漓带来的舒畅感。直到半个小时后，门铃如连环炮弹般响了起来。沈梦琛带着林浩怒气冲冲地出现在了门口，那张精致的脸几乎气到扭曲。开门的瞬间，沈梦琛的手扬了起来，很快就要甩在我的脸上。我反应很快，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腕。他咬牙切齿地斥责道：苏逸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仅把我的卡给冻结了，你还把门密码给换了，你还当我是不是你老婆了？我微微低头，看到那张气急败坏的脸，再往下看，脖颈处还出现一坨深红色的印子。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，那是爱过之后的痕迹。见过目光坚定，他心虚地整理了下衣领。空气瞬间凝固，林浩从背后冲了过来，抡起拳头就想往我身上砸，却被我反手一脚给踢了回去。他捂着刚被我踢过的地方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苏逸晨，你 TM 竟然敢打我！说着做事要继续做出反应，被我狠狠瞪了一眼后，却又站在了原地，嘴里开始不断念叨着，为沈梦琛打抱不平。苏逸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是不是梦琛的老公？随随便便就把梦琛的卡给停了，你知不知他今天丢了个多大的人？娶了我们梦琛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还没正式结婚呢，就敢这种态度对他。梦琛，我看这个男人啊，你可真得再认真考虑考虑。沈梦琛越过林浩，径直地站到我的面前。苏逸晨，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该不会是怪我那个推迟婚礼的事情吧？就这个事情你就生我的气？你的度量未免太小了吧？来日方长，结婚什么时候都可以结，我不过是想度过一个美妙的单身晚会罢了，连这个小小的要求你都不能答应我了吗？看来我真的是要听林浩的话，再次审视下我们的感情了。林浩也借着杠子往上爬，乘机将我贬低一顿。是啊，苏逸晨，你今天不给我和梦琛道歉的话，这个婚也别结了。二人默契地相互点头，而我只是冷漠地回应了一句：好啊，那就成全大家，成全彼此。沈梦琛听到我的话，微微愣了几秒，而后双目猩红地望着我。苏逸晨，你知不知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要是你再这样，我们就不结婚了。他故意将后面几个字咬得很重，不相信自己听到的。在他面前，我几乎是言听计从。这次我确实是顺从了，只是他没有听到他的答案罢了。我转身盯着他的双眼，特意将声音提高了几度。是的，我们结束了，分手了，这个婚不结了。我将打包好的行李全部扔到了他面前，以及床头柜抽屉里那半包还未用完的小雨伞。这个牌子的我几乎没用过，至于是谁用过了，我也不想再去证实。在看到我动真格后，沈梦琛的脸上出现一抹慌张之色，她颤抖地想要来拉我的手，
却被我直接给躲了开来。老公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刚是开玩笑的，你不要认真嘛。如果你是为昨天的事情而不开心的话，我向你道歉，你别这样对我好吗？说着，他的眼眶湿润了起来，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而这副模样，我不知见过多少次了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不再选择心软。没必要了，我们真的结束了。他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，泪水瞬间夺眶而出。苏逸晨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绝情？不就一件小事吗？你就要否定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？你别忘了，当初是谁死乞白赖的要和我在一起的？他擦拭了下眼睛的泪水，然后双手叉腰，一副骄傲自大的模样。到现在为止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甚至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。当初确实舔着脸都想要和他在一起，但是我也是有底线的。而沈梦琛已经越过了我的底线，我觉得有些吵，转身想走。林浩却从背后直接给了我一拳。苏逸晨，你 TM 还是不是男人？梦琛那么好的女孩跟你了，你却不懂珍惜。我立马抡起拳头也回了一拳，这力道比林浩刚刚的还重些。他被揍得晕头转向。我掏出手机，将这些年林浩发的那些仅我可见的朋友圈摆在他的面前。有多好？好到跟背着男友跟另外一个男人到处旅游，还住同一间房。好到连自己的婚礼也忘了，非得跟自己的竹马去过单身派对。好到将自己的竹马带到我们的婚房，小雨伞还少了一半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女人？我几乎是喊出来的，喊到最后声音有些嘶哑。沈梦琛慌张地抢过我的手机，她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在每个以陪闺蜜出去玩的借口，实则确实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。沈梦琛终于慌了，眼神不断在我身上游离，带着少有的愧疚。她的声音颤抖，带着绝望的哭腔。逸晨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我和林浩只是好朋友，你不要乱想。我们是去旅游了，这不是怕你乱想吗？虽然住一个房间，但是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至于你说的小雨伞，我只是那天不小心自己扔了几个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。他不敢对视我的眼睛，只是瘫在地上，无厘头地说着自己的理由。我指了指他脖颈处的吻痕。好了，别说了。他想再解释些什么，却被我连同行李和人直接赶了出去。在半个小时后，门外才恢复安静。分手后，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。之前为了这个婚礼，我花费了许多心血，很多大客户我都放弃了。现在我重新联系上了这些客户，还好这些客户看中了我的能力，愿意再次和我合作，而这些合作也能为我带来不菲的收入。我们的那套婚房，我也找人帮我卖了。当初买这套房的时候，其实不是最合适的。这套房离我公司的距离比较远，若真是住进去的话，我每天通勤的距离起码要1个小时以上，而且性价比也不高。买这套房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林浩。当初林浩没事做，在这个楼盘干了几天销售，三言两语下就让沈梦琛掏钱买这套房。私下我也找人打听了下，这套房起码比在别人这里贵了将近20万。
奈何沈梦琛一定要在林浩这里买，我也当作送个顺水人情，就答应了下来。现在将房子卖了，算是做的最好的决定。听物业说，沈梦琛来找过我几次，看到屋主换了人，和里面的屋主还大吵了一架。我看了视频，里面的沈梦琛简直就是个泼妇。她双手叉腰，颐指气使地指着对方：“你们这群人是谁？这是我老公买给我的，你们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我告诉你，再不给我滚出来，我就报警了！”气急败坏之下，将对方的门锁给砸烂了。后来还叫来了警察。得知房主真的换人后，他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，而他因没钱偿还，又不得不跪下给房主道歉。那卑微的样子是我未曾见过的模样。沈梦琛给我打过很多电话，但是我觉得反选择了无视。电话打不通，他就给我发来短信，短信多了，最后都进了垃圾箱。我瞥了一眼，内容都大相径庭，无非就是知道自己错了，希望我能原谅他。而我却显得异常冷漠，他不过是习惯了那种衣来张口饭来伸手的日子罢了。我只不过是充当着他的提款机而已。以前出于爱，我还会愿意当，现在我只是呵呵一笑，大可不必。大客户的业务算是谈成了。晚上，公司同事提议一起聚个餐。若是以前，我铁定会拒绝，因为沈梦琛不允许我在外面吃饭。但是现在反而自由了许多，我便同意了下来。我和一个女同事刚从公司楼下走下来，一个熟悉的脸庞出现在眼前。才半个月不见，沈梦琛就好像憔悴了许多。原本名牌半身的她，现在身上只是穿着简单的 T 恤。她手上提着一盒精心准备的便当，与她现在的装扮有些格外不搭。老公，你终于出来了，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准备了西红柿炒蛋。她的双目泛光，想得到我的些许赞赏。可我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，轻推了开来。恋爱5年，这是他第一次为我做饭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对鸡蛋过敏，而喜欢吃西红柿炒蛋的人是林浩。见我深情冷漠，他紧蹙着眉头：“怎么，不喜欢吗？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做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知道我很少下厨的，但是我为了你，我真的能改变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我和沈梦琛的事在朋友圈里传疯了，虽然我没有刻意去说这个事，但是还是有些风声。都知道沈梦琛为了一个男人而放弃了自己的婚礼。女同事看不惯，轻声在旁边咳嗽了声，接茬道：“苏总，他对鸡蛋过敏。”确实，我对鸡蛋过敏的事，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，而陪伴了我5年的女友却一无所知。沈梦琛的手尴尬地僵在空中，转而用一种恶毒的眼神盯着女同事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？别以为你什么花花肠子我不知道。苏逸晨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是个女人就惦记，但是别忘了自己几斤几两。”他咬牙切齿地说着，女同事背对的无话可说。人就是在失去后才方知可贵，能从沈梦琛口中听到说我优秀也是难得。他还想继续将女同事数落一顿，被我大声呵斥住了：“够了，沈梦琛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他的表情微微一颤，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。
但是态度很快又软了下来。他想要上前来牵我的手，却被我挥了过去。老公，我们和好吧，生了那么多的天的气够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不会做傻事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一丝温度。沈梦琛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从你一次次任性妄为的时候起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已经出现了裂痕。他拼命地摇头，泪水再次从眼里掉落。和沈梦琛分手不是突然的决定，是所有失望汇聚在一起的结果。而失约的婚礼成了我们感情结束的导火线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会改的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他的声音充满了哀求，让人听了心生怜悯。但我知道，这一次我不能再心软了。聚餐的电话不断地打了过来，其他同事都到了，只等我了。我不愿意再纠缠，带着女同事走进了车里。可他却撒泼似的将女同事直接从车里扒拉下来，继而一巴掌甩在女同事的脸上，嘴脸扬言着打小三，维护自己的幸福。臭婊子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勾引我老公，所以他才不愿意和我在一起。我打死你个小三！苏逸晨是我的，我不允许你给他抢走。我打死你个胡离京，去死吧！我冲到女同事面前，狠狠地将她给身后一推，她没站稳，整个人摔在地上，随后发出痛苦的哀嚎声。苏逸晨，你居然站在这个女人的这边，那我们这5年的感情算什么？她声嘶力竭地质问我，声音里充满了愤怒。我看着她那副模样，心中毫无波澜。我安抚好同事的情绪，转身用一种厌恶的眼神看着沈梦琛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算喂了狗。我带着同事上了车，而留下他在原地痛苦哀嚎。透过后视镜，我看到了他那痛苦不已的模样。自从这次后，我就很少见过沈梦琛了。他像是消失了一般，我以为我们之间的纠葛就到此为止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去医院例行体检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那背影我再熟悉不过了，是林浩。他掏出电话，一脸得意的表情。虽然隔着数米，但是他打电话太投入了，以至于忘了自己还开着扩音。听内容的意思，我大概懂了。意思是他的女友怀孕了，但是赌博输了很多钱，于是打算瞒着女友，让女友生下孩子，到时候就谎称孩子夭折，然后就将孩子给卖了。这电视剧一般的情节居然出现在现实里。我听着有点细思极恐，但是本着不愿意搭理的态度，还是想绕道而走。但是林浩却注意到了我，见到我的瞬间，他掐断了电话，带着一丝嘲讽和不屑朝我走来。哟，这不是我们苏总吗？怎么你也来医院？我不想搭理，直接绕过了他。可他却似乎不想要放过我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苏逸晨，你手段真是大呀，连我的领导也要看你的面子。不过老子告诉你，老子现在不怕你了。老子虽然被辞了，但是老子自由了。林浩的老总也是我的一个大客户。自从知道我把婚房卖掉之后，是因为林浩，就将林浩给开除了。开除后的林浩没有了收入，便成天窝在家里玩起了赌博，结果输得一塌糊涂，到处借贷。林浩之前就爱赌，只是每次的空缺都是由沈梦琛来填补。但是沈梦琛自从离开了我，
也没有了经济来源，于是就不得不到处借钱还债。因为沈梦琛，他本来就对我有怨气，现在工作没了，他对我更是怨气横生。我面无表情，冷眼相待，可他却突然阴险地笑出了声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那一张张不堪入目的照片映入眼帘。那是他和沈梦琛在一起的证据，尺度很大。我下意识地移开了双眼。怎么样？被戴绿帽的滋味还行吧？报复一个男人最好的方式，就是抢了他的女人，给他戴绿帽子。怎么样？开心吗？他发出放肆的笑容，试图来激怒我。可我面对这些，早已云淡风轻。沈梦琛的一切都勾不起我任何情绪。我停下脚步，眼神中满是漠然。你的这些小把戏很幼稚，我和沈梦琛已经结束了，你费尽心思想要激怒我，只说明你的空虚和不安。林浩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他显然没有料到我的反应会如此平静。你就装吧，苏总。看到自己曾经的女人和别人在一起，你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我微微扬起嘴角，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。而就在此时，沈梦琛拿着一张通知单出现了。在看到我的瞬间，他整个人木然，手中的通知单滑落在地。我瞥了一眼，沈梦琛居然怀孕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心头一紧。之前我也想过要个属于我和他的孩子，可是他都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，并且让我每次带小雨伞。没想到他现在都怀孕了。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愧疚，但是很快就消失殆尽，转而用一种硬气的语气对我讲话：苏逸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你说的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怎么还追到我这里来了？难不成你还对我余情未了？我告诉你，大可不必。我想了很久，发现林浩还是最适合我的那一个，你就不必费尽心思了。他总是如此自信，还以为我是当初的那个舔狗。既然他愿意和他在一起，那我也不想多管闲事。正当我欲走之际，沈梦琛突然拉住了我，对我露出一副穷凶极恶的表情。苏逸晨，你浪费了我5年青春，5年我都在你身边，你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还有，我们虽然没有结婚，但是那之前答应我的50万彩礼和50万豪车，还有2套学区房，你都得给我，不然我走到哪里就告诉哪里人，说你当初是怎么欺骗我的。我怒极反笑，没有想到沈梦琛已经到了这么无耻的地步。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，他却被我的眼神盯着，有丝不自然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那些承诺自然也不作数了。你现在和林浩在一起，却来向我索要这些东西，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他却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。过分？我这5年的青春就白白浪费了吗？你必须补偿我。5年来，凭良心说，我对沈梦琛已经够好了，几乎是对他有求必应。可是他又对我付出过什么？而我又得到了什么？我得到的不过是无尽的埋怨，已经不断的索取罢了。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不可能，然后往所在科室走去。没想到沈梦琛却借机发挥，上演了一出好戏。他整个人瘫软在地，豆大的眼泪说来就来。快来帮我做主啊！这个渣男骗了我5年感情，现在不仅把我给踹了，还要逼着我把孩子打掉啊！
很快，他的哭喊声引来了一波吃瓜群众。没想到沈梦琛空穴来风的本领信手拈来。我本不想将此事闹大，甚至还想好心提醒，可现在属实觉得没有必要了。很快我就被在场的人扣上了渣男的帽子。林浩也跟着沈梦琛一起演戏，将我演绎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人。我掏出手机，将刚林浩的电话内容播放了出来。沈梦琛在听到这段录音后，尴尬的表情僵在脸上，转而用一种恶毒的眼神望向林浩。你居然想把我们的孩子给卖了？林浩你好狠呐！沈梦琛怒火朝天，猛地冲到林浩面前，就用双手掐着对方的脖子。刚开始林浩还会假意为自己解释下，随着沈梦琛的力度越来越大，林浩直接一脚将沈梦琛给踹翻在地，恶毒的言语脱口而出：臭婊子，你以为我真的爱你吗？你不过是我的筹码罢了，老子告诉你，我不仅要卖了孩子，我还要连同你一起卖了。我告诉你，当初要不是看到你还能为我搞点钱，在你面前演点戏，你现在啥都没有了，我凭什么还为你演？林浩的言语简直震碎了在场人的三观。这渣男的风向很快就指向了林浩。沈梦琛被气得双目喷火，他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径直地往林浩的胸膛刺去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林浩没反应过来，直接倒在了血泊里。在场的所有人吓得四散而逃，而沈梦琛却疯疯癫癫地跑出了医院。在冲进车流的那一瞬间，被疾驰而来的汽车直接给撞飞了。沈梦琛被抬上了担架，再次看到他的时候，已然血肉模糊。他被推车推进了手术室，在推进手术室的瞬间，他注意到了人群中的我。我带着最后一丝的善意靠近了他，他颤颤巍巍地开了口，眼里满是悔恨的泪水。奕晨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这么任性，不该这么贪婪。如果还有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珍惜你。他的声音微弱而颤抖，每一个字都仿佛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。我看着他那凄惨的模样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，那刺眼的红灯亮了起来，直到抢救了5个小时后，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。听抢救的医生说，是患者失去了求生的意识，自动放弃了生命。我站在走廊里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林浩也被送进了抢救室，虽然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刺中了要求，终身需要在病床上度过。林浩的家人因为支付不起高昂的手术费，最终选择了放弃治疗。林浩后来死在了一个冰冷的夜晚，身上的伤口已经溃烂不堪，而我重新开启了属于我的幸福人生。故事完。